醒：肝癌来临时，头部可能会出现3个迹象，建议尽早做筛查。孔女士，36岁，确诊乙肝已有5年之久，一直以来乙肝并未对孔女士造成影响，因此孔女士从不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。就在去年，孔女士因为女儿上小学的缘故，打算回家好好培养自己的女儿，于是在老家盘下了一个快递店。由于从未接触过，管理起来还是有一定的难度。刚开始那段时间几乎天天熬夜，孔女士每天下班买点烧烤啥的充饥。虽然后面没有之前那么吃力了，但由于都是孔女士一人在管理，因此长期处于劳累状态。2周前，孔女士刷牙时发现牙龈总是出现出血情况。一开始她以为是自己太上火了，于是便开了点降火的药物自行服用。可是牙龈出血却没有好转，反而更严重了。孔女士越想越觉得不对劲，于是决定前往医院口腔科检查。到医院后，牙科医生详细询问了孔女士的情况，随后又给孔女士全面检查了一下口腔，然而没有发现她的牙龈上有什么大问题，但医生却注意到了孔女士眼睑泛黄的情况。医生联想到孔女士患有乙肝时，又长期作息饮食不规律，很有可能是肝癌。详细的为孔女士解释后，建议她去肿瘤科查一下。孔女士怀着忐忑的心情到了肿瘤科，医生根据她的情况为她开了血液检查、生化全套和腹部 CT 检查。结果出来后，生化全套提示谷丙转氨酶为102，UL 天门冬氨酸转氨酶为90，UL 总胆红素为30，UMOL 肿瘤指标中甲胎蛋白为700mMol。腹部 CT 显示孔女士的肝明显缩小，考虑为肝癌。为更进一步确诊，医生在征得孔女士同意后，又做了组织病理检查，最终孔女士被确诊为肝癌晚期。这晴天霹雳的消息让孔女士一时难以接受，在医务人员的安慰下，最终孔女士拨通了家人的电话，把这一噩耗告诉了自己的家人。孔女士在家人的劝说下进行了住院治疗。肝癌一旦被发现，便是处于中晚期状态。正如孔女士一样，很多乙肝小三阳患者总是觉得没有影响到自己的正常生活，就不去重视，出现轻微症状时，总是与其他情况进行混淆。一旦症状变得严重后，事情便已经到了不可挽回的地步。其实，当肝癌来临时，我们的头部会出现一些迹象，不断向我们发出信号。1. 肝癌来临，头部可能会出现哪3个迹象？肝癌并非1天2天形成的，它是我们对身体日积月累伤害的结果。当肝癌来临时，肝癌来临之际，我们的身边会出现一些头部症状，尤其可能会出现以下这3个迹象。1. 脸色、眼白发黄。肝癌是一种恶性肿瘤，通常起源于肝脏内的肝细胞。肝癌引起脸色和眼白发黄的主要原因是黄疸。黄疸是肝脏功能受损或胆道阻塞导致的常见症状。肝癌生长可以造成胆道受阻，阻碍胆汁的排泄，使胆红素不能正常排出体外，从而在皮肤和眼白处积聚，导致黄疸。此外，肝癌直接侵犯肝脏组织并破坏肝脏功能，导致胆红素代谢和排泄受阻，也会导致黄疸的出现。随着病情的加重，肝脏功能可能会逐渐下降，无法有效代谢体内废物，包括胆红素，进一步加重黄疸的程度。因此，脸色和眼白发黄是黄疸的典型表现，但需要及时就医进行检查，以明确病因并接受合适的治疗。2. 脸部出现肝斑。肝癌引起脸部肝斑的主要原因之一是肝脏功能的受损。肝脏在人体内担当着新陈代谢和解毒的重要作用。当肝癌发生时，肿瘤细胞会破坏正常肝脏组织，影响到肝脏的正常功能，导致代谢产物和毒素在体内堆积。其中，胆红素是一种重要的代谢产物。当肝功能受损时，肝脏可能无法正常排泄胆红素，导致身体出现明显的黄疸症状，同时也可能引起脸部肝斑的出现。肝脏功能减退也会影响身体对营养物质的代谢，可能导致营养不良，进而与脸部肝斑的形成有关。需要强调的是，脸部肝斑并非肝癌的特异症状，因此如果出现脸部这一症状，应立即就医以获取正确的诊断和治疗。3. 鼻腔、牙龈出血。肝脏在凝血功能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。
当肝脏遭受癌变影响，其合成凝血因子的功能可能受到影响，导致凝血功能减弱。这会导致机体内的凝血酶原转化受阻，凝血时间延长，引起血液凝固功能降低，容易出现鼻腔和牙龈出血等情况。除此之外，肝癌可能会引起肝功能失调，并导致血管扩张，这会增加血管内的压力，使得血管脆弱，容易破裂，导致出血。这一现象尤其在鼻腔和牙龈等部位的细小血管中容易出现。以上症状在肝癌患者中都极易出现，因为这些症状在我们生活中也是极易出现，因此导致很多人无法甄别。但如果你突然出现这种症状且持续时间较长，那一定要高度重视了，尤其对于患有肝病的人群，一定要尽早到医院进行检查，以防错过最佳治疗时间。同时，对于未患有肝病的健康人群而言，了解肝癌高发的因素对预防肝癌有着重要作用。导致肝癌高发的因素有哪些？我们身体的任何一个部位都不会无缘无故的出现毛病，肝癌也是如此。发生病变都是由于高危因素不断进行刺激。对于肝癌来说，以下几种导致肝癌发生的因素能规避的一定要规避，无法规避的可以定期做检查，以防病情发展。慢性肝炎。慢性肝炎通常由乙型肝炎病毒 HBV 或丙型肝炎病毒 HCV 的长期感染所引起。这些病毒在肝脏内持续繁殖，导致持续的炎症和肝细胞的损伤。长期的炎症及损伤反复发作，促使肝细胞的不正常再生，可能导致基因突变，从而增加了肝癌的发生风险。其次，慢性肝炎还会引起肝脏组织的纤维化和硬化。这种病变会影响肝脏的正常功能，并增加了肝癌的发生风险。免疫调节失衡也可能是一个因素，慢性肝炎会使肝脏免疫系统失衡，降低体内的抗肿瘤免疫力，从而增加了肝癌发生的可能性。因此，预防肝癌的发生需要加强对慢性肝炎的管理和治疗，包括针对肝炎病毒的治疗，积极预防肝硬化的发展，以及维护肝脏的健康。长期酗酒。酒精及其代谢产物对肝脏造成直接损害，导致肝细胞的损伤和炎症反应，为肝癌的发生创造了条件。酒精摄入过多还会引起脂肪在肝脏内的过度堆积，最终发展为脂肪肝和肝硬化。这些病变进一步增加了肝癌的发生风险。更为复杂的是，酗酒者通常出现维生素缺乏，尤其是维生素 A、维生素 B 和叶酸等，这可能会影响肝脏的代谢和正常功能，进一步增加了肝癌的发生风险。长期酗酒还会削弱免疫系统的功能，导致机体对肿瘤细胞的清除和监控能力下降，增加了肝癌的发生可能性。因此，限制酒精摄入，遵循健康的生活方式，对于降低肝癌发生风险尤为重要。长期食用烟酶制品。这类食品在制作过程中可能受到霉菌的污染，从而产生致癌物质，如黄曲霉素、亚硝酸盐和亚硝酰胺。这些致癌物质在人体内经过肝脏代谢，可能对肝脏造成损害，并引发炎症反应，最终增加了患肝癌的可能性。更重要的是，烟酶制品的加工过程中常伴随油炸操作，这可能导致含氨基酸和氮化合物产生亚硝胺等致癌物质，进一步增加了患肝癌的风险。因此，合理膳食和避免过量食用含致癌物质的食品，对于肝癌的预防至关重要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能引起肝癌的高危因素不止以上这3种。肝作为身体主要的解毒器官，长期食用垃圾食品、生活作息不规律、处于压力状态等都是引起肝癌的危险因素。因此，做好早期筛查，能及时发现肝癌并进行干预，对于疾病的预后尤为重要。肝癌的早期筛查有哪些？超声检查是一种常用于肝癌早期筛查的非侵入性检查方法。在检查过程中，医生会将探头放置在患者的腹部，利用高频声波穿透皮肤，然后反射回来形成图像，显示肝脏的结构和异常情况。超声检查能够发现肝脏内的肿瘤，帮助医生检测较小的肿块和确定其位置和大小。此外，超声检查可用于区分肝脏内的囊肿和实质性肿瘤，有助于做出准确诊断。CT 计算机断层扫描和核磁共振 MRI 检查比超声检查更为精确。CT 利用 X 射线来拍摄肝脏的横截面图像，能够清晰显示肿瘤的位置，
大小和周围组织的情况。相对 CT 而言 ，MRI 检查利用磁场和无害的无线电波生成图像，提供更清晰的软组织对比，并且对于一些患者来说更加安全，因为它不使用 X 射线。CT 和 MRI 检查是进行肝癌早期筛查的重要方法，结合使用这两种检查，通常能够提供更全面的信息，有助于制定诊断和治疗计划。除以上两种，血液检查也是肝癌早期筛查的重要手段。通过分析血液样本，医生可以评估肝功能，并检测一些与肝癌相关的标志物，如丙氨酸氨基转移酶、ALT 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 AST 等酶的水平，可评估肝脏的工作状态。异常则暗示着肝炎、肝硬化或肝癌等问题。血清总蛋白、白蛋白和总胆红素等指标也常被检测以评估肝脏功能。检测乙型肝炎病毒 HBV 表面抗原 HBsAg 丙型肝炎病毒 HCV 抗体等标志物，可评估患者是否感染此类病毒，进而引起肝癌。此外，检测甲胎蛋白 AFP 水平也常用于筛查肝癌，因为它是肝癌的一个标志物。通过综合评估这些血液检查结果，医生可以更早地发现肝癌或相关肝脏疾病，为早期干预和治疗提供重要信息。孔女士因为自己的一时疏忽大意，最终导致肝癌晚期。我们要引以为戒，尤其像孔女士一样有着基础病毒的患者，更是要做好筛查，做好预防，可别等到最后后悔莫及。